陈家小子，你不去碼頭賣苦力，還你老爹欠的債，天天站在這看空氣幹嘛？還賣啥苦力？我要賣風。陳家小子，你讀書讀傻了吧？風能賣啊？真是有辱斯文。聖人云：腳踏實地。你一個連半個功名都沒考上的窮酸秀才，如今連腦疾都患上了。風若能換取碎銀幾兩，我王某兒把這折扇生吞了。陳瘋子，周家的閻王債可是要命的，我看你是嚇得失心瘋了，想去牢裡躲債吧？你這細皮嫩肉的，怕是挨不住周管事兩板子。可惜了陳老漢一輩子老實，生個兒子卻是個瘋子，這陳家算是徹底絕後嘍。笑吧，3天後，我讓你們都心服口服。這什麼情況？我不是正在給學生上物理課嗎？我這是在哪兒？哥，你終於醒了。你發了3天高燒，我還以為你跟爹一樣不要小雅了。大前王朝，青山縣，父親病重借了周家的印子錢，半個月前咽氣了，現在人死債留，這開局真是地獄啊！喲，陳大秀才醒了，沒死就好。你要是死了，我這筆賬找鬼要去。周管事，求求您再寬限幾天，我哥剛醒，身體還病着，我們一定會想辦法還錢的。滾一邊去！這裡有你個小丫頭片說話的份兒嗎？有事說事，別碰我妹妹。行啊，幾天沒見骨頭變硬了，那咱們就明算賬。你爹生前為了看病，從我們周家借了10兩白銀，按照我們周家的規矩，9出13歸，加上這半年的利滾利，連本帶利，一共30兩白銀。今天必須結清。10兩本金，半年時間，利滾利變成30兩。周管事，你們周家這複利算法，簡直比高利貸還要不要臉。大錢律法明文規定，民間借貸月利不得超過3分，按3分算，半年利息頂多1兩8錢。你這30兩是怎麼憑空捏造出來的？少他娘的跟老子扯律法！在這青山縣，我們周家的話就是王法，白紙黑字的借條在此，上面還有你老爹的畫押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30兩銀子，老子就砸了你這破房子！你隨便砸，這屋子裡的東西加起來賣不到半兩銀子。你們周家要是喜歡收破爛，盡管拿走。管事，這小子耍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讓我先打斷他一条腿。房子雖然不值錢，但人值錢啊。陳策，我給你指條明路。你妹妹今年雖然才16，但模樣還算周正，把她賣進我們周家當個燒火洗衣的丫頭，這30兩的債就一筆勾銷了。這賣身契我都替你擬好了，簽個字就行。哥，我不去，我不要去周家。周管事，你這算盘打得太響，吵到我的耳朵了。我妹妹不賣，這30两我還你。你還？你拿什麼還？你這窮鬼全身上下連一個銅板都搜不出來，去大街上要飯，你要100年才能要到30兩。這瘋子怕是真燒壞了腦子，還以為自己是哪家的少爺呢。3天，給我3天時間，30兩白銀，我陳策1分不少的奉上。3天？你就是在街上搶也搶不到30兩。你想拖延時間跑路，老子今天就要帶人走。周家在青山縣好歹也是有頭有臉的大戶，若今天強行綁走良家女，傳出去說周家強買強賣，不僅名聲掃地，還要吃官司。我既然當着這麼多人的面敢說3天還清，自然有我的门道。你有個屁的門道！整個縣城的商鋪都不會雇傭你，你拿什麼賺錢？我說了，我要賣風。賣風？你把風裝進麻袋裡賣給龍王爺嗎？我看你是徹底瘋了。這就不用周管事操心了。敢不敢跟我打個賭？3天為限，如果我拿出30兩，借條當面私會2清。如果我拿不出，我陈策的命還有這宅子的地契，全是你們周家的。你要怎麼處置？悉聽尊便。管事，這小子瘋得不輕，但這宅子雖然破，地皮好歹也能值個幾兩銀子，加上他的命，咱不虧。3天時間，他就算長出翅膀，也變不出30兩。
好，你既然找死，我成全你。口说无凭，立字为据，我倒要看看你3天后怎么卖这破风。契约已成，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房子。3天后的正午，带着借条来收钱。算你小子有种。我们走，3天后，老子亲自带人来给你收尸。哥，你疯了呀！30两，那是30两银子，你去哪里弄30两？你是不是真打算3天后把命赔给他们？小雅不值得你这么做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哥哥既然敢签这個字，就有100%的把握。你記住，從今天起，沒有任何人能欺負我們兄妹。周家不僅拿不走我們的命，以後還要看我們的臉色吃飯。可是你說你要賣風，風怎麼賣啊？風又不能吃。小雅放心，哥哥我自有辦法。小雅，別哭了，去幫我打1桶水來，然後把家裡所有能找到的木匠工具、刀具，還有那幾張牛皮全搬到院子裡。哥，你到底要做什麼呀？我要做一個能吞吐風暴的怪物。我們的第1桶金就從那個瀕臨倒閉的老鐵匠鋪開始。現在，開工！哥，你畫的這是什麼呀？這叫雙洞活塞風扇。你只需要知道，這東西造出來能吹出比咱們青山縣颳的最猛的邪風還要大10倍的妖風。可是哥，咱們連飯都吃不上了，你造這個能當飯吃嗎？周家的人3天後就要來收命了，咱們是不是應該先挖個地道跑路啊？跑？你哥我的字典裡就沒有跑這個字。這木箱子造出來，別說周家，縣太爺都得給咱們送錢。哥，那你造這個大風箱需要什麼東西啊？咱們家現在連一根完整的房梁都沒有了。需要結實的乾木板做箱體，需要粗大的毛竹管做進出風口，還需要最關鍵的一樣東西，動物的皮革，最好是牛皮，用來做活塞的密封條。沒有密封條，這風扇就是個漏氣的破篩子。木板和管去後山的肥料堆裡說不定能撿到，可是牛皮……哥，大前律法不准私自採殺耕牛，只有老死病死的牛才能讓官府指定的屠戶處理。一張牛皮得要2兩銀子呢，咱們連半個銅板都沒有。錢確實是個問題，1分錢難倒英雄漢，古人誠不欺我。小雅，這是咱爹留下的吧？這是娘生前留下的陪嫁，爹病重的時候想當掉，當破掌櫃鍋成色太差，又是碎的，連200文錢都不值，爹就留下來了。200文，足夠買一張別人不要的臭牛皮了。小雅，你在家燒水，把家裡所有的刀和鋸子磨快，我出去進貨。哥，你千萬別去惹事啊！放心，讀書人的事兒怎麼能叫惹事兒？不錯，這塊雜木板雖然醜了點兒，但硬度足夠做底座了。呵呵，我說這巷子裡怎麼一股窮酸的餿味兒？原來是咱們青山縣大名鼎鼎的陳大秀才在刨食啊！少爺您看，他身上沾的全是爛菜葉和木屑，跟城東橋洞底下的乞丐一模一樣。陳策，枉你當年還跟本少爺同窗3年，如今為了躲周家的30兩賭債，竟然淪落到撿破爛的地步，聖賢書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。王秀才，不在家背你的4書5詳，跑來垃圾堆聞味兒，你這癖好倒是挺別致。這不那個揚言要賣空氣的陳瘋子嗎？賣空氣的本錢原來是靠撿垃圾啊！陳策，本少爺看你可憐，送你一首詩如何？聽好了。昔日同窗誦經史，今朝巷尾辦狗屎。斯文掃地隨風去，朽木不可雕也遲。王大詩人，史和史同音押韻，去和遲根本不押韻。你這平鑽錯亂，連打油詩都不如的破爛玩意兒，就別拿出來丟人現眼了。你一個撿破爛的瘋子，敢評價本少爺的詩作？你手裡的朽木能變出30兩銀子不成？你手裡的折扇只能用來扇蒼蠅，但我手裡的朽木，3天後能把你的臉打腫。借過，別擋道。陳策，
你個瘋子！你給本少爺等着，3天後我看你怎麼死！多謝關心，死的時候一定通知你來隨份子錢。张屠戶，地上這張廢牛皮怎麼賣？我當是誰呢？原來是陳家那個要賣空氣的風秀才。怎麼吃不起豬肉，想買塊臭牛皮回去熬湯喝？師傅，他怕是連熬湯的柴火都買不起。這牛皮邊角破損，放了至少有4天了，已經開始發臭腐爛。官府不收，你留着也是扔掉。開個價。秀才，你問價？你有錢嗎？你欠周家30兩的事兒，整個青山縣誰不知道？半塊祖傳碎玉，當鋪開價200文，換你這張一文不值的爛皮子，你穩賺。玉佩勉強值幾個大子兒，不過嘛，這張牛皮老子今天不想賣，老子想把它餵狗。收了錢不給貨，張屠戶，大白天的你想明搶？抢你怎麼了？你個手无缚鸡之力的窮酸！不過老子今天心情好，你不是想要這張皮子嗎？行啊，從老子褲襠底下鑽過去，像狗一樣把這張皮子叼走，老子就把它賞給你。否則，你連半塊玉佩也別想拿回去。鑽，陳瘋子，鑽過去！這張屠戶太欺負人了，好歹是個秀才，秀才怎麼了？欠了阎王債的秀才連狗都不如。韩信當年還受過胯下之辱呢。張屠戶，你最近是不是經常半夜驚醒，右側肋骨下方隱隱作痛，小便赤黃，而且口中常有苦澀之味？你怎麼知道？你眼白發黃，鼻頭發紅，且呼吸渾濁，這是肝膽火旺、油脂糊心之症。你這病若再每天喝酒吃肥肉，不出3個月，必將全身發黃、腹痛如絞，最後暴斃而亡。你個瘋子，少在這裡妖言惑眾！老子身體好得很。我爹久病，我久病成醫。你要是不信，現在用力按壓你右側肋下3寸的位置，看看是不是有刀割般的突痛。哎呦，疼死老子啦！这半塊玉佩留着抓幾服清肝理蘭的藥吧，算我積德行善，不用找靈了。這胯下之辱，你還是留着去地府給閻王爺表演吧。完了，陳家小子徹底瘋魔了，這是要把垃圾搬回家當寶貝供着啊！笑吧，盡情的笑吧。這落後的時代，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工業的力量。哥，你這是從哪裡弄來的死牛皮？太臭了！臭？小雅，這可是能改變大前王朝國運的黃金。看哥哥怎麼徒手捏出一個奇蹟。組裝開始。哥，這就是你說的能改變大前國運的怪物。它長得好像一口拼湊起來的破棺材，而且還是好臭。外表雖然潦草，但靈魂絕對硬核。小雅，工業的美感不在於好看，而在於力量。哇，好大的風，比後山上的穿堂風還要大。這還只是空載測試，等把它接到高爐上，就能讓火焰產生質變。小雅，你在家鎖好門，哥哥去拿咱們的第1桶金。李老頭，县衙催要的50把精鐵農具，今天已經是最後期限了。你這鋪子裡除了廢鐵就是爐渣，你是不是想去大牢裡吃牢飯？王班頭，您明鑑啊，不是小人不肯出力，周家把县裡上好的煤炭和鐵礦全買斷了，小人只能買到最下等的烈礦和石柴，這爐火的溫度根本上不去，鐵礦石融化不了，打出來的農具全是脆的，一敲碎呀！哼，我管你買什麼礦，县太爺只要東西，拿不出工具，明天一早不僅砸了你這鐵匠鋪，還要拿你下獄問罪。王班頭息怒，這老李頭也是被逼到了絕路。老李，我早就跟你說過，只要你把這鐵匠鋪的地契以10兩銀子賣給我們周家，周家馬上替你補齊這批農具的缺口，不僅不用坐牢，你還能拿10兩銀子回鄉下養老，何必死撐呢？呸！錢掌櫃，你們周家這是趁火打劫！我這鋪子雖然破，
但在青山縣開了30年，地皮少說也值50兩。你們斷了我的礦石來源，就是為了逼我賤賣祖產。我李鐵牛就算死，也絕不把鋪子賣給你們這幫吃人不吐骨頭的畜生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東西，我看你明天進了大牢，还有没有這麼硬的骨頭？明日午時，交不出東西，索拿問罪。走。都散了，都散了！一個將死之人的晦氣鋪子，有什麼好看的？明天這裡就是我們周家的了。师傅您別想不開啊，大不了咱們連夜逃出青山縣。逃？往哪兒逃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弄砸了官府的差事，逃到天涯海角也是死罪。狗剩，你一會兒去賬房把剩下的幾百文銅錢拿走。師傅這輩子沒求過人，只求你明天來替師傅收個屍，別讓師傅被亂葬場的野狗啃了。掌櫃的，買賣上門了。這房梁這麼結實，上吊可惜了，不如砍了給我當柴燒。你不是那個欠了周家30兩要賣空氣的陳瘋子嗎？陳家小子，你跑到我這裡發什麼瘋？老子今天沒空聽你念知乎者也，滾出去！李叔，我是來救你的命的，順便也救救你這半死不活的爐火。李老頭，你還真是有福氣啊！一個馬上要被砍頭的風秀才，推着一口破棺材來救你。我看你們倆正好湊一對兒，黄泉路上面對面一起吹西北風。钱掌櫃，你的牙齒上还沾着早上吃的韭菜葉，一把年紀了，嘴巴這麼臭，是不是周家的主子平時不給你刷牙的水啊？你個死到臨頭的窮酸秀才，你敢罵我？我沒時間理會亂吠的狗。李叔，你的問題我剛才門外聽得一清二楚，煤炭劣質，礦石雜質多，對吧？既然聽到了就趕緊滾！老子打鐵30年，難道不知道裂礦出不了好鐵？這道理還要你一個連錘子都沒摸過的書生來教？裂礦出不了好鐵，是因為你的溫度不夠。你這破皮老虎，拉一次漏半管風，推一次又要停頓，爐溫撐死不過800度。別說融化裂礦，烤紅薯都費勁。800度？什麼亂七八糟的？這火勢已經是青山縣最大的了，你懂個屁的控火！拿一堆破爛木板跑來消遣老子，信不信老子一錘子砸碎你這破箱子？師父息怒！砸！你砸下去，你這30年的手藝就徹底斷絕。你明天去大牢裡蹲着，我就白白送給周家。你砸！李叔，你仔細看看我帶來的是什麼？這東西叫雙洞活塞風向，拉也出風，風力連綿不絕。只要你把它接在你的火爐上，我保證，半炷香之內，這爐子裡的廢渣全都會變成鐵水。陳家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大話？連環風沙那是京城匠作劍才有的圖紙，就憑你這幾塊破爛木頭拼起來的垃圾，是不是大話？試過就知道。李叔，咱倆做個交易。什麼交易？借你這火爐和鐵砧半個時辰，如果爐火不旺，廢鐵不化，我陳策給你鐵匠鋪當10年免費苦力，端茶倒水打鐵劈木，絕無怨言。白紙黑字，立刻畫押。10年苦力？你欠了周家30兩，3天後就沒命了，哪來的10年給我當苦力？只要今天這火點起來，周家那30兩就是個屁。我就問你，敢不敢賭？好，那要是火旺了呢？你要什麼？我要這鐵匠鋪以後所有出產的純利潤抽5成。5成？你小子還真是窮瘋了！好，老子今天反正也是要上吊的人了，就陪你這個瘋子賭一把。要是火不旺，不用周家動手，老子今天先用鐵錘敲斷你的腿。按手印。契約已成。狗剩，過來幫忙，把這箱子推到爐子邊上。拿黃泥来，把主管和炉口的缝隙全部封死，不能漏一絲風。装模作樣，等會兒火熄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怎麼收場。李叔，把你鋪子裡最劣質的鐵礦石，還有那些打廢的模具，全扔進爐子裡。看好了，大前王朝的第一口工業級強風來了！狗剩，
加炭！风起！白焰，这怎么可能？李叔，准备铁锤！李叔，发什么愣？铁水都要烧干了，拿锤子打铁。啊，对，打铁。狗剩，加钱，拿大锤。给老子起！砸！把里面的加高全给我敲出来。80！成型，狗剩，退后，取火。成了。这不可能！老天爺啊！我李鐵牛這輩子竟然能打出這種神物！這些圈圈是什麼？生鏽了嗎？花紋鋼，這是傳說中折疊斷打上百次才能出現的百煉鋼花紋。京城的匠作劍3年才能出一把，這絕對是削鐵如泥的寶刀啊！胡說八道！就用那幾塊廢銅爛鐵，半個時辰打出百煉鋼。李鐵娘，你為了保住鋪子，連這種彌天大謊都敢撒了？是不是撒謊？驗一驗不就知道了。滾開，滾開！都給老子閃開！老錢，我聽說這裡出事了，縣衙的人來封鋪子了嗎？這鋪子的地契拿到手沒有？管事大人，這陳瘋子弄了個妖物木箱，不知道用了什麼妖法，剛才爐子裡的火冒白光啊！他還說打出了一把百煉鋼。百煉鋼？哈哈哈！陳策，你那30兩銀子還沒湊齊，跑這裡來裝鐵匠了？怎麼想拿把破柴刀抵我的賬？周管事，來得早不如來得巧，我這把刀不僅能抵你的賬，還能買你一條胳膊。死鴨子嘴硬，一把破柴刀也敢叫囂！你今天要是拿不出30兩，老子現在就把你綁去沉江！周管事，聽說你們周家護營用的刀都是高價從外地買來的精鐵打造，號稱吹毛斷髮，敢不敢拿出來跟我這把破柴刀碰一碰？小子，你找死！我這把刀可是純正的精鐵，花了5兩銀子買的，砍你的破柴刀就像切豆腐一樣。好啊，既然你想死得明白，我就成全。老五，砍給他看，把他的破刀連同他那點可憐的子孫一起砍個粉碎。這陳瘋子慘了，精鐵刀砍柴刀，那不是雞蛋碰石頭嗎？李叔，這是你的作品，這第一刀，你來。好，老子今天就豁出去了！來啊，老骨頭，連你一塊兒劈了！這怎麼可能？我的精鐵刀沒斷，一點都沒捲刃，好鋼。妖術，真的是妖術，真的是百煉鋼，削鐵如泥啊！這鐵匠不神了。周管事，你們周家的精鐵似乎不太精啊，就這種破銅爛鐵也敢壟斷青山縣的鐵器生意？縣太爺要的是50把，明天中午一把好刀打不出來，這鋪子我周家要定了。讓開，讓開！剛才那清脆的斷刃聲，可是這把刀發出的。你是誰？鄙人姓沈，從州府來，做點兵器馬匹的倒騰買賣。這位師傅，能否將你手裡的刀借我一關？李叔，給他看，真金不怕火煉。吹毛斷髮，真的是天然的百段花紋，極品，簡直是極品！這位小兄弟，這把刀我買了，開個價吧。沈老闆，這可是青山縣，這把刀來路不明。哼。我沈萬三在青州府做生意，還輪不到一個縣城的管家來教我做事。小兄弟，你開價50兩白銀，少一個子兒都不賣。50兩，這能買青山縣半條街的院子了。陳瘋子真敢獅子大開口啊！你想錢想瘋了吧？50兩買一把柴刀，誰買誰是冤大頭。
50兩我要了。这种级别的花纹钢，拿到州府献给驻军统領，起碼值200兩，我賺大了。沈老板是個爽快人，錢貨兩清。周管事，3天期限沒到，我的錢湊齊了。30兩，帶着你們周家的臭錢，帶着那張廢紙借條，從我眼前滾！算你狠，陳策，你別得意得太早，咱們走着瞧。老吳、老錢，我們走。陳公子，你不僅救了我的命，還保住了老李家30年的招牌呀！受我一拜。李叔，剛才契約上寫得很清楚，這第一斤50兩算我的。接下來你打出的所有農具和兵器，利潤分我一半。別說一半，就算全給你老漢，我也絕無二話。可是陳公子，縣衙明天就要50把農具，這時間實在來不及啊！李叔，有了這台雙動活塞風度，再加上我教你的流水線鍛造法，別說50把農具，明天中午之前，我讓你打出100把。我要讓周家的鐵匠鋪從明天起一件鐵器都賣不出去。王班頭，我看那老李頭8成是連夜跑路了，這鋪子一封，地契就是我們周家的了，到時候少不了班頭您的茶水錢。哼，跑，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。來人，把門給我踹開！一大早的踹什麼門啊？門踹壞了，你們賠得起嗎？老李頭，你竟然沒跑！好啊，交不出50把精鐵工具，你今天要交帶着鐐銬遊街。廢話少說，時辰已到，東西呢？陳公子，有人來驗貨了。你要50把，這裡是100把，多出來的50把，算作李鐵匠鋪孝敬縣太爺的天頭。100把，1晚上？假的，肯定是拿爛泥糊的次品，劣質礦石，怎麼可能一夜之間打出這麼多好鐵？王班頭，你快驗貨，一敲就碎。好鐵，百煉精鐵，比縣衙軍械庫裡的刀還要鋒利。這怎麼可能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障眼法，這上面連個缺口都沒有。錢掌櫃，你的牙口既然那麼好，不如親自咬一口試試，看看是我的鐮刀硬，還是你周家的臉皮硬。老李，你這手藝真是絕了！縣太爺要是看到這批貨，定會重重有賞。來人，把這批蒙劍裝車帶回縣衙。李老闆，以後縣衙的鐵器活全包給你了，告辭。錢掌櫃，你的鎖掉了，這鋪子我李鐵牛接着開，你還不滾？你們給我等着，周家不會放過你們的！廢物，一群廢物，壟斷了礦石和木炭，竟然還能讓他一夜之間打出100把精鐵農具，我養你們有什麼用？家主息怒，真不是屬下辦事不力。那個陳瘋子造了一個巨大的怪木箱，只要一拉，那爐子裡的火就冒白光啊，連廢鐵渣都能融成鐵水。家主，那小子用的風箱確實邪門，李老頭就是靠着那東西才把劣質礦石鍛造成了精鐵。如果不把那東西毀了，咱們周家的鐵鋪以後就別想在青山縣賣出1寸鐵。既然問題出在那個木箱上，那就把它解決掉。家主的意思是做掉陳策，愚蠢。陈策剛給縣衙交了一大批精良的農具，現在正是縣太爺眼前的紅人，你現在去殺他，是嫌我們周家死得不夠快嗎？陳策不過是個書生，那木箱才是關鍵，他能造，我們就不能毀。帶上你手底下所有的人，去把老李鐵匠鋪給我砸了，記住，重點砸那個木箱，砸成木屑。管事，你帶上銀票，去把全縣所有的木匠全給我雇下來，所有的木板主管全給我買斷，我看他拿什麼重造。家主英明，屬下這就去辦。今天過後，青山縣再無陳策立足之地。作孽呀！
我的鋪子，我的箱子啊！砸得好，老李头，我看你以后拿什么打铁？兄弟们，撤！陈大哥，周家的人把风扇砸了，全毁了。陈公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護住咱們的命根子呀。周家把全縣的木頭都買斷了，我們再也造不出來了。多大點事兒，砸了就砸了，哭什麼？砸了就砸了，那可是咱們翻身的本錢，沒那風扇，鋪子明天就得關門。李叔，你以為我憑什麼敢大搖大擺地把這機器擺在明面上？我就是在等他們來砸，他們以為砸了一個箱子就能堵住我們的後路，簡直愚蠢透頂。狗剩，出門！去城西的破廟，去城南的貧民窟，把全縣被所有周家逼得吃不上、快要破產的窮鐵匠，全部給我叫到集市的空地上去。叫他們幹啥呀，陳大哥？幹啥？我要當全縣鐵匠的祖師爺。老李頭，你徒弟把我們叫來幹啥？我們連買木炭的錢都沒了，明天就要賣兒賣女了。是啊，周家把活路全斷了，大家伙就等着餓死吧。都給我閉嘴，聽好了，周家斷了你們的優質礦石，斷了你們的好木炭，但今天我給你們一條封路。這是雙洞活塞封上的圖紙，老李鐵匠鋪昨晚打出100把精鐵農具，靠的就是這東西。只要有它，你們用路邊撿來的劣質雜木當柴火，用滿是雜質的廢鐵當原料，照樣能打出削鐵如泥的金剛。金剛？用廢鐵打金剛？這圖紙得賣多少錢？我們買不起啊！不要錢，圖紙免費送。不僅圖紙免費，我陳策親自上門教你們組裝。陳公子，你是活菩薩！先別急着謝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，圖紙我白送，技術我白教，但我有一個條件。陳公子您說，要命我們都給。從今往後，你們打出的每一件鐵器，我要抽1成的淨利潤作為專利費。只要你們答應，這青山縣的鐵器市場就是你們的天下。1成？周家抽我們7成，1成算個屁！陳公子，以後您就是我們全縣鐵匠的祖師爺。拜見祖師爺！管事，他把那妖物的圖紙送人了。30多家鐵坊，這要是全造出來，完了，周家的鐵礦和木炭全砸在手裡了。他不用好礦也能出好鐵，這是要斷我們周家的根啊！周管事，砸壞一個木箱容易，你能砸爛30個嗎？你能砸爛這全縣鐵匠翻身的希望嗎？陳公子，這是城西王記鐵鋪這個月的專利費，一共15兩銀子，您點點。不用點了，用人不疑。下一個，自從用了您的風扇，廢鐵變金剛，生意好的踩破門檻呀！祖師爺，這是我們趙家鋪子的10兩銀子，多虧了您的圖紙，周家那個黑心炭廠昨天直接關門大吉了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陳公子，這半個月，全縣35鐵匠鋪的份子費加起來，足足有300兩白銀。咱們現在算是青山縣首富之下第1人了。這錢，您打算買幾百畝良田，還是去城裡置辦幾套大宅子？買田買宅子？李叔，你的格局太小了，農業的回報率太低。陳大哥，那您打算買啥？買金子嗎？我要買城外那座寸草不生的落雁峰。落雁峰？陳公子你瘋了！那地方全是石頭，連根雜草都不長，1年4季刮邪風，邪門的很，白送都沒人要，你買它幹嘛？
李叔，你不懂，那地方刮的不是邪风，那刮的是白花花的银子。走，去衙门过户。左边拉紧，孙卯对齐，打入木隙，地座必須穩。陈大哥，木板全運上來了，可是這架子建得比城牆還高，到底是用來幹啥的呀？造一個能把風抓住的怪獸。少爺，風太大了，咱們回去吧。回什麼回？本少爺今天特地來看這個瘋子的笑話。哈哈，策，我聽城裡人說你花了100兩銀子買下了這座破山頭，我還以為你要建什麼風水寶塔，原來是建了個巨大的雞籠。怎麼？秀才考不上，改掉當木匠啦？王秀才，你的臉消腫了嗎？上次被我撞進泥坑，衣服洗乾淨了沒？你少逞口舌之快！你花光了賺來的300兩銀子，在這鳥不拉屎的地方建這麼個沒用的破木架，我看你就是腦筋又犯了。沒用？王秀才，你讀了一肚子聖賢書，卻連最基礎的動力轉化都不懂。等這東西轉起來，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人力不可抗拒的奇蹟。哼，奇蹟？本少爺只看到一個徹頭徹尾的蠢貨，你就等着破產了。周管事，您這招真是高啊！那落雁峰本就是咱們周家廢棄的荒山，您一轉手賣給他100兩，淨賺100兩白銀吶！那小子靠風勺賺了點錢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我故意讓人放出風聲，說落雁峰風水好，他竟然真上當了。管事，他建那麼高個木頭架子，到底圖啥？圖個吉利吧！隨他折騰，木架子建得再高，也生不出糧食，打不出鐵。等他錢花光了，青山縣的鐵器生意，遲早還是我們周家的。走，回去查賬。老天爺啊，這麼高的木塔，那山葉比我家屋頂還要大。陳瘋子這回是真的瘋徹底了，這東西除了當風還能幹嘛？陳策，聽說你今天這破木匠子要開張，我特地帶了2袋上好的小麥來給你捧場。陳公子，我們周家在城外有50頭騾子，日夜不停地拉磨，一天能磨出500斤麵粉。你這破架子，一頭牲口都沒有，難不成讓這大風幫你推磨？李叔，檢查轉動頭。周成抹了豬油，齒輪咬合正常。狗剩，解開帆布綁繩。綁繩一解開。周管事，你說你家有50頭騾子，那你今天睜大狗眼看清楚，我這頭看不見摸不着的騾子脾氣有多大？迎風！轉起來了，那沒有牛拉，木頭自己轉起來了，妖術，真的是妖術！轉了，石磨轉了！周管事，別愣着，把你的小麥倒進來。陳大哥，太快了，我袋子都裝不過來了！神仙顯靈了，沒有牲口也能出麵粉，這速度抵得上10頭騾子一起拉呀！太可怕了，這風真的能幹活？陳瘋子不，陳公子是神人啊！這有悖常理，聖人書裡沒寫過風能推磨啊！出粉率極高，細膩無渣。周管事，這半炷香的時間，你的50頭騾子能磨出這麼多麵嗎？不可能，你這怪物不用吃草，不用歇息，只要有風就能一直轉，這要碾死我們周家的磨坊啊！你以為我買落雁峰是當冤大頭？你以為那100兩銀子是你賺了？周管事，這叫工業壟斷。從今天起，青山縣所有的麵粉加工，我陳策包了。你們周家那50頭騾子，可以拉去屠宰場賣肉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不用草料，人力省，它的成本連我們的1成都不到。陳策，
你欺人太甚！我周家在青山县根深蒂固，你以为靠着一个破风车就能扳倒我们？一个不够，那就建10个。青山县的风从今天起姓陈了。小雅，送客。听见没？我哥让你们滚，快滚！带着你们的空麻袋滚！揉面，他竟然用齿轮连着风车去揉面。青山县的所有面坊，现在全是那个陈策的机器。不仅是面厂，他现在的风力产业链，连锯木头、打铁、磨面，全部实现半自动化了。家主，咱们家那几10个作坊，现在连他的1成效率都没有，根本没法賣。他手里到底有多少齿轮，多少图纸？家主，要不我们去县衙舉報他非法擴建，或者乾脆去州府告御狀，說他以邪術壞民生。去，寫奏折。陳策既然想靠風成名，那我就讓他變成真正的風，去州府告他，說他造的風車干擾了地方龍脈，讓青山縣風雨失調。只要州府的巡撫帶兵進駐，別說他那些齒輪，就是他那顆腦袋，我也要讓他風吹不動。哥，縣令說州府巡撫馬上要來，指名道姓要查你的風車，這可怎麼辦？陳公子，要不咱們連夜把齒輪拆了，藏進山裡。拆？為什麼要拆？他想告我，那得看我陳策給不給他這個機會。工業革命的齒輪一旦轉動，就是神仙也攔不住。通知全縣鐵匠，把咱們最新造的風車動力更連拿出來。巡撫大人要是問起來，我就告訴他，我賣的不是風，我賣的是大錢的糧食。更離？那東西不是只有牛能拉嗎？明天我要讓州府巡撫親眼看看，什麼叫做不需要1頭耕牛就能讓萬畝良田翻身的奇蹟。去準備吧，好戲才剛剛開始。周家主，您這是3000兩白銀，青山縣3年的稅收加起來也沒有這麼多啊。大人，這只是個見面禮，只要大人幫我辦妥一件事，事成之後還有3000兩奉上，外加周家在城南的2間望兔地契。周家主，本官可是朝廷命官，那陳策最近造的精鐵農具，確實讓本官在州府面前長了臉。你要本官動他，這不好辦啊。大人糊塗啊！陳策不過是個沒背景的寒門書生，他那農具能給您長1次臉，但他現在的所作所為，卻是在斷您的官運。大人您看，這都入秋了，青山縣已經整整1個月滴雨未下，護城河的水位降了3尺。若是再不下雨，秋收絕產，飢民鬧市，您這烏紗帽還保得住嗎？本官正為此事發愁，可這天不下雨，關陳策什麼事？怎麼不關他的事？大人，那落雁峰原本是死地，陳策在那裡建了一個高聳入雲的怪物木塔，日夜不停地轉動。大人，那叫借屍還魂，妖術西天。陳策造的那個巨大風車，扇葉猶如妖魔的手臂，正是那怪着日線上空的雨雲全給扇走了。不僅扇走了雨雲，還吸食了咱們大錢的國運龍脈呀！這風車把雨雲扇走了，這等荒謬之言，州府上面能信嗎？荒不荒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百姓信不信。只要大人您貼出告示，定性那是妖物，飢民的怒火就會全部發洩到陳策身上。到時候您就是順應民意、斬妖除魔的青天大老爺，這旱災的罪責也就不用您來背了。好，妖言惑眾，破壞風水，致使大旱。本官這就簽發海捕文書，查封工坊，將這妖人打入死牢。哥，喝口湯吧。這天真是邪門了，越來越熱，一絲雲彩都沒有，山下的河床都露出來了。氣壓異常升高，濕度極度下降，這是典型的大旱前兆。小雅，通知李叔他們，鐵器農具先停一停。陳大哥，為啥停啊？城裡的商行還在催貨呢。農田要是連水都沒有了，要鐮刀和鋤頭有什麼用？陳公子，這管子彎彎繞繞的，真能把水吸上來？只要風車還在轉，動力源源不斷，別說抽水，
就算抽干一個池塘也不在話下。不好了，衙門的人來了，好多官差！縣太爺辦案，閒雜人等統統退下，敢抗法者，殺無赦！王班頭，咱們可是剛給縣衙打了農具，陳公子犯了什麼法？你們帶這麼多人來抓人？犯了什麼法？本官今天就讓你們死個明白！查青山縣韩分生员陈策不思報效朝廷，反行奇迹一廟，在此山巔私建巨型妖物木塔，此物日夜煽動，擅走滿天雨雲，吸食大錢龍脈，致使我青山縣大旱不雨，民不聊生。今剝奪其秀才功名，查封妖塔，將妖人陳策打入死牢，秋後問斬。放屁！風車是靠風吹才轉的，怎麼可能把雨雲扇走？你們這是胡說八道！大膽賤民！風車若不是妖物，為何它一建起來，青山縣就再也沒下過一滴雨？陳策，你為了自己賺錢，罔顧全縣百姓的死活，你該當何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縣令大人，雨水的形成是因為水汽蒸發遇冷愣結，風車的葉片只能改變局部空氣流速。你竟然說我的木頭架子能扇走幾千米高空的雨雲？如果我真有這呼風喚雨的本事，我現在就該一扇子把你的縣衙扇飛！大膽狂徒，死到臨頭還敢用這妖言狡辯！王班頭，還愣着幹什麼？給我拿下！如有反抗，就地格殺！我看誰敢動陳公子！兄弟們，跟他們拼了！拼了！保護祖師爺！都給我住手！退下！陳公子，他們這是要你的命啊！進了死牢就出不來了。李叔，咱們是手藝人，是商人，不是造反的山賊。只要你們手裡的錘子砸在官差身上，你們全家老小都是謀反的死罪。哥，我不要你走，他們會殺了你的。小雅听話，哥哥教過你，遇到瘋狗咬人，不要用拳頭打，要用籠子關。带上吧。陈公子得罪了。陈策，你也有今天！我看你這次拿什麼翻盤！來人，把工坊的門給我貼上封天。那座木塔，明天派人一把火燒了。你燒一個試試！周家主、縣令大人，記住了，你們今天封的不是我的工坊，而是整個青山縣活下去的命脈。押走，趕緊押走，打入天牢最底層。大名鼎鼎的陳祖師爺，這天牢的滋味如何？這裡的風水可比你那落雁峰好多了吧？周家主大半夜的不去守着你家那幾萬斤發霉的陳麥，跑到這臭烘烘的地方來看我，怎麼？你家也破產來這兒蹲局子了？牙尖嘴盡，陳策，都到了這步田地，你還裝什麼硬骨頭？縣令已經擬好了判決文書，3日後遊街示眾，秋後直接問斬。你那妹妹，我也花10兩銀子買下來了，明天就送到翠紅樓去接客。周家主，你是個商人，商人無利不起早。你半夜來死牢，絕對不是為了告訴我這些廢話的。說吧，你的條件。跟聰明人說話就是省力氣。只要你在這份工坊無償轉讓契約上簽字畫押，把你那風車和打鐵機器的圖紙全部交出來，我保證你明天就能活着走出青山縣。你妹妹，我也會完璧歸趙。只要你交出技術，周家大人大量給你留條狗命，否則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兄妹倆的忌日。周家主啊，周家主，你以為你贏了？你以為搶走了我的齒輪和圖紙，你們這群只會用算盤放高利貸的封建土老帽就能玩得轉工業？你笑什麼？你死到臨頭了，簽不簽？我不簽。周家主，你今天在山上
有没有感觉到一絲微風？什么意思？气压极低，风向转南，空气干燥的能擦出火星。我不用看天象，我只用物理定律就能算出，青山县马上就要迎来10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。大旱又如何？我周家粮仓里囤积了10万担粮食，越是旱灾，我周家的粮食卖得越贵。灾民连树皮都没得啃的时候，还得拿着地契来求我买面粉。愚蠢！饥荒一旦爆发，灾民变成了暴民，你以为你那几十个护院擋得住幾萬個餓瘋了的災民去砸你的糧倉嗎？縣令那點微末的衙役鎮得住幾萬人的暴動嗎？到了那個時候，能把幾丈不深的地下水抽上來救命的，全天下只有我陳策的那座風車。你胡說！那風車只會磨面和打鐵。反正我不出去，不出7日，青山縣就會大亂。你還有那個蠢貨縣令會親自來到這大牢門口，跪在地上求我出去。瘋子，你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！我們走。縣太爺，救命啊！這水車根本夠不着水面，地裡的莊稼全旱死了。求大老爺開倉放糧，救救青山縣的百姓吧！滾開！本官要是能變出水來，還用來這裡視察？大人，西鄉的13個村子也全部斷水了，井都打不出泥漿了。再這麼下去，不出3天，全縣都要絕收。這天撒的老天爺，怎麼說旱就旱？欽差巡撫馬上就要下來視察，這個時候絕收，本官的腦袋還要不要了？大人，您忘了7天前那個被您抓進死牢的陳策，他說過青山縣馬上會有100年不遇的大旱。他真的算準了？不僅算準了大旱，大人，如今河水下降，人力水車徹底成了擺設，能把這麼深的水抽上來的，恐怕只有他造的那個風車怪物了。放肆！那風車是本官親自定性的妖物，是他用妖術扇走了雨雲，才導致的大旱。你讓本官去求一個妖人，本官的臉往哪兒擱？屬下不敢。可是大人，城裡的難民越來越多了，周家今天一早又把糧價翻了1倍。翻了1倍？周八平這是要逼反百姓啊！走，回縣衙。斗米1兩，昨天還是斗米300文，你們怎麼不去搶？搶哪有賣糧食賺錢快？現在全縣大旱，顆粒無收。錢掌櫃，求求你行行好，我家裡80歲的老娘快餓死了，我把祖傳的銀簪子當了，就換了500文，您賣我半斗米吧。你滾一邊去！500文現在連1碗麩皮都買不到，沒錢就回家等死！你們周家壟斷糧食，這是要把我們往死裡逼啊！大家衝進去搶糧食！我看誰敢動！這糧食是我周家真金白銀買來的，我想賣多少錢就賣多少錢。大錢律法保護商賈財產，你們要是敢搶，縣太爺的板子可不認人。縣太爺就是被你們周家的銀子餵飽的狗。我想起來了，陳公子被抓那天說過，周家就是想發國三財。陳公子說只有他的風車能救我們。對，陳公子是被冤枉的，他不是妖人，周家才是吸血的惡鬼。大家給我去走，逼縣太爺放了陳公子，放陳公子出山。去縣衙，放陳公子，開倉放糧。家主，他們去縣衙了。這要是鬧出民變，慌什麼？一群泥腿子而已。縣衙有高牆大院，還有幾百號衙役，他們還能翻了天不成？關門，上板子！陳公子，吃飯了。今天給您加了燒雞，還有一壺上好的竹葉青。老劉，外面現在1斗米賣多少錢了？ 1兩銀子，
周家那帮畜生簡直不是人！陈公子，多亏了您7天前让我把家里散碎银子全换成糙米，要不然我一家老小都得餓死。您可真是神机妙算啊！这不是神机妙算，这叫经济学周期规律。旱灾必然导致粮食減產，壟斷資本必然會趁機拉高價格。這是刻在人性貪婪裡的公式，比算盤還要準。我不懂什麼經濟學，但我知道您絕對不是妖人。現在外面全亂套了，上萬個流民把縣衙給圍了。圍了？這麼快？看來周家主比我想象的還要蠢，我還以為他能多撐2年。陳公子，流民都喊着讓縣太爺放您出去，說只有您的風車能提水救命。您說縣太爺會放您嗎？他可是收了周家3000兩銀子啊！3000兩銀子買不來一條命。縣令是個官民，要是災民造反衝破縣衙，上面派兵鎮壓的第一件事就是砍了他的腦袋，平息民憤。老劉，把牢門擦乾淨。县令大人的轎子快到了。啊！县太爺要親自下大牢，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啊！他不來，我就不走。狗官，開門！放了陳公子！放陳公子！我們要活命！大人，頂不住了，兄弟們根本不敢還手，難民太多了，城外災民還在往這兒湧，大門最多再撐1炷香。東尊，不能再猶豫了，大門一破，咱們全得沒命。本官該怎麼辦？去調兵，去守備營調兵鎮壓。調什麼兵？軍戶家屬都在難民堆裡，調兵就是逼軍隊劃片。大人，解鈴還須繫鈴人，難民只認陳策。放了他，本官親自定的妖人罪名。放了他，本官威信何在？還有周家的3000兩銀子。東主，命都沒了，要銀子有什麼用？威信擋得住1萬把鋤頭嗎？巡撫明天就到，這事兒捅上去，咱們全族都得掉腦袋！被叫，快被叫！去天牢，本官去求那個祖宗出山。陳公子，誰啊？中午的擾人清夢，不知道死囚也要睡午覺的嗎？是我，是本官啊！陳公子，本官查明了，那日抓你實屬周家誣陷。公子造的風車乃是利國利民的神器，絕非妖物。本官特來請公子出獄。哦，縣令大人親自來接我。可是我記得通緝令上白紙黑字寫着，我吸食大錢國運，致使大旱，秋後問斬。這死牢的乾草堆挺舒服的，我不想出去了。公子莫要說笑，外面1萬多暴民，快把衙門拆了！只要公子答應出獄提水救災，本官立刻當銷毀通緝令，恢復公子秀才功名。恢復功名？縣令大人，我被你像拖狗一樣拖進這死牢，名譽掃地。你一句話抓我，一句話放我，你當我是什麼？那公子要如何才肯出去？第一，打開牢門，你親自給我解開這鐐銬。好，老劉，開門，我親自解。第二，周家囤積居奇，哄抬糧價，逼迫良民。我要你立刻簽發查抄令，把周家的糧倉給我全部封了，開倉放糧。東軍，這查抄周家那3000兩的事，要是被周家抖出來，不查抄周家，門外的災民就會查抄你們，自己選。查，立刻查！王班頭，你拿本官的手炷，去把周家糧行給我圍了，1粒米都不准他們帶走，屬下遵命。陳公子，這2個條件本官都答應了，第3個條件是什麼？求公子快一步吧。第3個條件，我要你把你的8台大轎停在牢門口，本公子要坐着縣太爺的轎子，風風光光地出着天牢。我要讓全縣百姓看着，是誰在救青山縣的命。這與理不合啊！8台大轎乃是朝廷命官的儀仗，既然不合，那就讓門外那1萬把鋤頭來跟你講講道理。我答應，我全答應。陳祖宗，我給您下跪了，您做我的轎子，您就是青山縣的活菩薩，求您出山。起轎，去公房，讓這大錢王朝看看，
什麼叫做真正的工業奇蹟。1、2、3！冲进去，救出陈公子！这是唱的哪一出？县太爷要跑路？师傅，县太爷怎么站在轿子外面？那轿子里坐的是谁啊？青山县的父老乡亲们，切莫动手，切莫动手啊！陈公子，您看这乡亲们都来接您了，您请下轿吧。陈公子，您没事儿，他们没对您动刑。李叔，我都坐着县差爷的8抬大轿了，谁敢对我动刑？是不是啊，县令大人？是，谁敢动陈公子一根汗毛，本官诛他9族！狗官，你前几天不是还发通缉令，说陈公子是西施龙脉的妖人吗？大人，百姓们有疑问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乡亲们，天大的误会！本官是受了城东周家的蒙蔽和贿赂。陈公子乃是我青山县百年难遇的旷世奇才，他造的风车是救苦救难的神器。本官已查明真相，恢复陈公子的功名。从今往后，陈公子的话就是本官的话。乡亲们，大旱无情，但人祸更多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最缺的是粮食，周家垄断粮行，斗米1两，这是在喝你们的血。陈公子，我们买不起啊，家里孩子已经饿了3天了。王班头，县令大人的手谕拿到了吗？回公子的话，手谕在此，县衙所有衙卫已集结完毕。去，把周家的大门给我砸了，查封周家所有粮仓，将囤积的10万担陈麦立刻搬到机场，按大旱前的原价開倉放糧，誰敢阻攔，按謀反罪就地正法。陳公子萬歲！開倉放糧，開倉放糧！家主，發財了！今天上午短短2個時辰，咱們就賣出去了300斗糙米，收進來了整整300兩白銀呢！這些泥腿子為了活命，連祖傳的玉佩都拿來換糧食了。家主英明，那些暴民去圍攻縣衙，陳策他肯定已經沒命了。3000兩銀子買他一條命，太划算。等暴民散了，麵粉價格再翻1倍。怎麼回事？誰敢在周家撒野？周家主，好興致，外面餓殍遍地，你在這吃冰鎮西瓜。王班頭，你帶兵闖入我周家私宅，意欲何為？王班頭，是不是有誤會？我們願意出2萬兩銀子，幫縣太爺鎮壓暴民。哼！睜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這是縣令大人的親筆手諭。周家囤積居奇，哄抬糧價，罪大惡極。開倉放糧，那可是我們花真金白銀買的，縣太爺不能過河拆橋啊！陳策這不是死了嗎？陳策，陳公子現在正坐在縣太爺的8條大轎上，指揮我們搭棚施粥呢。你們周家的10萬擔糧食全歸陳公子調配了。陳策沒死，他還坐了8台大轎，我的糧食，我的家產，全部鎖上鐐銬，帶走。後院糧倉立刻貼封田，組織人手運糧。陳公子，這管子足足4丈長，中間全是挑片打的麻花卷兒，這東西真能把水吸上10米高。這叫阿瑪米德螺旋水泵，管內螺旋葉片高速旋轉，水就會被螺旋面一步步向上推擠，只要動力不斷，就能對抗重力。陳公子，這管子連體筒都沒有，就靠中間那根麻花轉，這能行嗎？災民都看着呢，出不了水要出事的呀！縣令大人，科學不相信如果，他只相信定律。閉上嘴，看好了。狗剩，把吸水口插進河底泥水潭，用石頭固定死。插進去了，陳大哥，綁死結了。管體固定完畢。陳公子，動力源怎麼接？這東西幾千斤重，30個鐵匠推磨也轉不動啊！誰說要用人力了？
把落雁峰上的传动皮带拉过来。锁死考扣，咬合齿轮。大前王朝的第一次水利工业革命起转！转了，那巨大的铁马转起来了。可是水呢？对啊，没出水啊，管子里全是响声。陈公子，是不是哪里漏气了？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水再往上爬。5、4、3、2、1。水，是水，真的抽上来了！10米高的河底抽上来了！老天爺显灵了，龙老爺显靈了，莊家有救了，我們不用死了！陳公子，這不是奇蹟一貌，這是奪天地造化呀！神仙，陳公子您就是活神仙，下官有眼無珠，下官給您立長生牌位。立牌配就免了，县令大人，這台機器的專利費，還有剛才那10萬擔糧食的調配費，記得去我的工房結一下。啊？還要結賬？不然呢？你以為我費這麼大勁，真的只是為了當個好人？這位老丈，本官碧兒從州府來收糧，聽說青山縣大旱月餘，為何這地裡的莊稼長得如此喜人？外鄉客，你消息閉塞了吧？咱們青山縣早就不用靠天吃飯了。陳公子在河邊造了個大鐵管子，把河底的泥水全抽上來了。現在家家戶戶的水渠都是滿的。老張莫開玩笑，河水乾涸，水車根本夠不到水面，哪有鐵管子能自己往上吸水的？難不成是龍王爺在裡面吹氣？什麼龍王爺？那是陳公子的阿基米德水泵，靠的是落雁峰上的大風車。你們自己去河邊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跟你們閒扯了，我去給陳公子的工房送菜去。風車帶動鐵管吸水，聞所未聞。走，去護城河邊看看這出好戲。陳公子，您看這水也抽上來了，災情也緩解了。您什麼時候有空？幫下官在這折子上簽個字，就說下官全力配合您抗旱救災，沒功勞也有苦勞啊。這買賣你做得挺划算。公子明鑑，那3000兩銀子下官一分沒動，全封存在衙門庫房裡，準備用來購買公子的鐵器，支援農耕。別動，手指頭不要了嗎？下官，青山縣令不知巡撫大人微服私訪，有失遠迎，死罪死罪！大膽狂徒，見到巡撫大人為何不跪？大前律法有功名在身的聲援，見官可免跪。我的秀才功名，縣令大人昨天剛給我恢復。是，陳公子是聲援，不用跪。你就是陳策。本官在州府就聽聞青山縣出了個造風車引大旱的妖人，本官今日特來查辦。大人若要查辦妖人，恐怕來錯地方。妖人只會做法事騙錢，而我在救青山縣10萬百姓的命。這東西真的是靠風力轉動的，不需要一頭耕牛，不需要一個人力，就能把1丈深的水抽上來。風力轉化為機動力，只要起風，這台機器就能12個時辰日夜不休。大人，大前的農田如果有10萬台這樣的水泵，您覺得還會怕旱災嗎？縣令，如此利國利民的曠世奇才，你折子上為何寫他妖言惑民？你這縣令是不想當了嗎？大人冤枉啊！下官是受了城東周家的蠱惑，周家壟斷糧行，哄抬物價，企圖借旱災發國難財。下官已經將周家全家下獄，正準備向大人稟報啊！哼！你以為本官不知道你收了周家的黑錢，把周家家主給本官押到公堂？
本官今日要親自審理此案。傅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！草民是正经买卖人。大人，陈策造妖物迷惑县令，夺我周家家产，那风车真的是妖物啊！放肆！本官親眼所見，那提水神器救活了萬畝良田，你還敢滿口妖言？這是你周家糧行的密賬，災前斗米10文，災後斗米1兩，翻了100倍。你囤積10萬擔糧食拒不發售，致使城外餓死數百災民。大前律法，災荒哄抬糧價者，等同謀反。掌門，怎麼會在你們手裡？周家主，你糧行的夥計也要吃飯，我只用了10斤麵粉，他就把這本賬冊從你床底下偷出來了。我早說過，資本的壟斷在絕對的降維打擊面前不堪一擊。陳策，你個小畜生，你斷我周家100年基業，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。100年基業，靠吸老百姓的血建立起來的基業早就該塌了，我不過是往這腐朽的珠子上踹了最後一腳而已。來人！周家家主圖謀不軌，囤積居奇，剝奪所有家產充公，全家老小流放3000里，立刻押入死牢，秋後問斬。大人英明，大人青天大老爺。县令受贿渎職，本該同罪，但念在你最後關頭開倉放糧，協助陳策救災有功的份上，死罪可免，摘去頂戴花翎，貶為庶民，永不錄用。滾！謝大人不殺之恩，謝大人，謝大人，大人。陈公子，今日若非你出手，青山縣必生民變，本官這巡撫也當到頭了，請受本官一拜。大人折煞草民了，我不過是個賣風的商人。不，本官去看了你的鐵匠工坊，流水線作業，標準化齒輪，你的風簫能把廢鐵變成金剛，你的風車能把河水抽上高地。你賣的不是風，你賣的是大錢的國運。大人過譽了，這只是最基礎的空氣動力學和機械傳導而已。這是本官的通關金牌，本官即刻上奏朝廷。從今日起，你陳策就是朝廷欽定的御用皇商，青山縣的落雁峰，方圓50里全劃為你的私人封地。兵部所需的金剛兵器，工部所需的農具水車，全部交由你來督造。既然大人如此痛快，那草民就不客氣了。不過，這風力終究受天氣制約，我還需要大人幫我調撥一批上好的石炭和精銅。你要精銅和石炭做什麼？打鐵用鐵礦不就行了？風力只是開胃菜。接下來，我要燒開一壺水，我要用這壺水產生的蒸汽，推着大錢的鐵甲戰船，去征服這四海八荒。好，你要什麼，本官給什麼。大錢的國運，本官就壓在你身上了。